來自台灣夜市的鐵板牛排是無數台灣人小時候的味道。在沙巴雅比開業的鬥牛士曾經轟動一時，排隊1小時，不僅意麵無限續，連爆米花、冰淇淋、咖啡、湯通通隨便吃。但是由於沙巴市場並不了解台灣鐵板牛排的模式，在一開始就各種水土不服。我今天請到了從台灣飛來雅比的老闆，跟大家講一下台灣人在沙巴創業的故事。嗨，歡迎回到99的沙巴漫遊頻道。那今天呢，我們是請到了從台灣來到沙巴雅比開了一家鐵板牛排店的 Slevin。關於台灣人在沙巴開餐廳的大家可能會感興趣的問題，所以記得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鬥牛士 Matador 背後的故事是什麼呢？就為什麼是要在沙巴開鐵板牛排呢？在台灣就講說，其實平價鐵板牛排是大家的回憶啦。台灣基本上就算在街邊啊或夜市都會有鐵板牛排可以吃，這樣對我們來講就是它是很平價，而且就是熟悉的味道。但是在沙巴就講說，這種飲食習慣並不常見，沙巴人並沒有就是講說那麼常吃到牛排。我們來到這邊看了之後就覺得，我們可以把台灣這種飲食文化可以帶進來，讓大家可以吃得到平價的牛排，然後而且有這種開心的氛圍，就想說，因為來我們店就是什麼都有得吃，就想說可以很輕鬆享受到新鮮熱鐵板的熱氣跟溫度這樣。因為一般這邊很多鐵板都是冷的，我們特別要呈現就是這樣，上桌可以看到一點的熱氣這樣子的感覺這樣子。所以你來之前是有做市場調查嗎？就是沙巴這邊鐵板燒，台灣的類似的這種鐵板、沒有啊？所以你們是唯一一家。對，我們應該算是第一家。像沙巴其實也是有很多其他鐵板相關的這種餐點，這邊沒有那種熱的鐵板，我們就發現本地都是鐵板，只是個裝飾，沒有对鐵板沒有真的讓人家感受到那種熱氣跟一個吱吱作響那種，就是看起來很香很好吃的感覺這樣，所以我們才覺得這個是個可以帶進來的體驗咯。那你們是台灣的哪一個品牌開過來的呢？我們在台灣其實是叫小時候牛排啦，我們是傳承他們的口味跟做法，对。但是因為小時候這個名字在這邊是沒有人知道，而且大家沒有這樣的，因為用小時候的寓意就是大家小時候這些飲食的記憶，就是那種記憶點，可是本地人沒有這個記憶點，所以我們直接取一個新的名字，就叫鬥牛士這樣子，有個牛讓大家知道我們主要是賣牛，然後另外也是就想說做一個像這邊的來這邊挑戰的感覺咯，帶給這邊一些沙巴的西餐文化一點點刺激跟新的用餐體驗這樣。那這邊有傳統的台灣小吃，比如說滷肉飯啊、肉燥飯啊這種。因為我們店裡是沒有賣豬肉，所以我們嘗試導入雞肉的滷肉飯。就想說，對，之後像我們副餐，我們有時候之前是煮咖喱，然後或者是黑胡椒雞肉醬，現在我們還有嘗試煮用雞肉煮的滷肉飯。這樣說，我們之後店裡也可以吃到台式的雞肉滷肉飯這樣。因為我在這邊找了很多，我都找不到台式的那個滷肉飯，所以如果你們有的話，就是以雞肉代替了。对，我們用雞肉代替，因為我們目標也是希望不要提供豬肉，因為我们也是希望馬來人的朋友也都是可以嘗我們店裡的牛排這樣子。小時候在台灣有多少間店？已經有40-50家。40-50家。然後母公司我們合作的那個原來發明這個品牌的公司，現在已經有旗下有將近200家的餐廳啦。哇，对，我們還有什麼餐廳呢？他們主要做火鍋，還有各式台灣料理這樣子。那你們有想過除了鐵板燒，要把那個火鍋也帶進來嗎？火鍋我覺得比較困難啦，火鍋這沙巴火鍋沒有點大，對，鐵板燒還好，因為就是那個真的是吃時間的東西。台灣是中午台灣人都會吃火鍋，但本地人中午不會來吃火鍋這種東西。那你為什麼會選沙巴呢？就是我們第一次來到沙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其他朋友都覺得，這個地方的生活節奏還有大家的人情味很好，而且沙巴跟西馬的感覺是很不一樣。這邊華人、馬來人都是非常真誠的，而且比較融合的地方，大家就是很相處的很融洽啦，所以我们觉得这裡是很適合來嘗試我們的，對我們這些新的餐點。那你自己來了沙巴多久呢？我來了沙巴8年。哇，你馬來話已經會說了嗎？會。你怎麼學的？就跟其他同事，我們主業是農場啦，所以我裡面很多其他馬來人跟其他本地的那些著名的同事，所以跟他們就是溝通，從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學咯。那個農場是在沙巴的哪裡呢？在三打根。以後下次有機會可以去參觀一下嗎？可以，歡迎。所以你們這邊就是鬥牛士也有用農場的產品？
對，我們鬥牛士用的就是我們農場的雞蛋，新鮮送達啦。是哪個牌子的？我們叫 Sunny Egg。哇，超級有名的一個品牌。我們去超市都可以買得到，而且是超市能買到最好吃的雞蛋。過獎，我們努力希望就盡量做好品質的雞蛋了。我不敢說我們是最好，但我們盡量拿出最好的品質。所以農場是你媽媽開的嗎？對，農場是我媽媽經營的啦。对，那你媽媽在沙巴多久了？已經將近快30年了，她今年已經28到29年。所以她是台灣人，然後來到沙巴這邊。對。還有回台灣嗎？經常回去嗎？我們也是會常常回去，可是就講說，基本上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沙巴這裡這樣。在創立鬥牛士的時候，你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最大的困難其實就是口味啦，就是講說我們開始來到這邊，我們把我們台灣覺得好的口味帶進來，可是飲食習慣上大家就有很多差異咯，所以有的客人覺得太鹹，有的客人覺得味道太淡。然後像牛排的部分，大家就覺得大家這邊就覺得吃起來牛排，这是因為我們有做過一些醃製，還有做過斷筋的，所以吃起來口感會特別軟嫩。但大家就喜歡牛排，這邊人習慣就吃，就覺得要有那個牛味，要吃起來才像牛。然後再加上麵體的部分，台灣人喜歡就是搭配。一般就是因為它是個很街邊美食，所以就是搭配一般華人的那種麵體，就一般台灣是用油麵或什麼。我們之前在這邊也是嘗試用本地的彈弓麵，還有一些本地新鮮的麵，我們自己煮的。可是大家就是覺得會比較奇怪，這邊人覺得西餐的定義就是你吃牛排一定要配意大利麵，對，一定要配意大利麵。所以我們現在也是在顧客的意見之下，我們也是一直調整跟嘗試做很多不同的變化。我們也是現在也把麵換回成意大利麵，也是希望大家吃的不是我們覺得好，而是顧客吃的要可以滿意這樣子。剛剛開業的時候是不是超級忙？就是因為我其實開業的時候我有來過的，然後那個時候我根本找不到桌子，於是我們就跑了。對，現在才開始淡下來。就開業的時候真的是大家很支持，而且我們的模式也比較新穎，就是有結賬之後還有其他餐點可以吃這樣。可是客人多又忙，然後讓客人排隊，然後那時候我們的一些餐點服務啊、員工介紹沒有那麼到位，讓大家也是有一些沒有那麼投訴跟感受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們也是重新經過訓練員工，然後還有一些調整我們一些餐點的內容。像我們現在也是增設了新的意式咖啡機，然後就是有現磨的咖啡，然後還有雙麒麟，可以讓客人自己手動嘗試體驗擠雙麒麟這樣。我們增加一些讓顧客可以在用餐的過程中也是有一些不錯的用餐體驗跟樂趣這樣。至少雙麒麟大家一般在外面都很少，一定都是去店家買人家擠好給你，沒有機會可以自己擠。除了享用，還可以體驗這些過程啦。我們主要是希望大家在用餐的體驗當中是同樣花一樣的錢，但是可以有更多的享受。就想說吃西餐不是像負擔那樣子，所以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想法跟東西帶進來這裡。這邊的牛排的話，現在是有分幾種？我們牛排的話，現在就是因為大家對台式的口味還是接受度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們配合本地，我們也是有做一個 original 適合本地人的口味。現在我們就把主要招牌的牛排，我們拆分成一個本地的口味，還有一個台灣的風味，兩種大家可以選擇這樣。台灣的風味是不是跟台灣的味道是一模一樣的？就是那40多家小時候的味道是一模一樣的嗎？对，就是我們台灣的牛排是做跟台灣的風味是一樣的，這樣。可是就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然後如果覺得不喜歡，也是可以試看看本地人的口味這樣。那你怎麼保證食材的新鮮？我們都是每一周我們都是固定限量採購，就講說我們都盡量在當周的食材，就講尤其海鮮類，我們幾乎都是新鮮 order 了，就講說我們控制在一定的庫存量，平均2到3天內消化完，因為除了假日我們會提前備貨，不然平常的話我們都是新鮮就是訂購，然後廠商直接新鮮送來。像海鮮類的話，我們都是幾乎很少庫存，我們都是存大概2、3天的量而已。那牛肉的話是從澳洲進呢，還是從其他的國家？牛肉的話，我們都是優選本地的幾家大型的，就是牛肉供應商，他們都是提供我們固定有檢驗合格的紐西蘭、澳洲等的進口牛肉。因為本地現在只有紐西蘭、澳洲2個進口牛肉可以選擇啦。而以前我是在台灣也是做餐廳的管理人。你覺得
台灣的餐廳跟沙巴的餐廳經營起來，給你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其實我覺得都是差不多啦，就是講說都是要努力服務顧客，然後更好的用餐體驗啦。其實都不管做什麼餐廳都一樣，就講說真的是要客人可以今天來到這裡用餐是吃得開心，然後用餐滿意，大家就覺得吃完我開心，下次可以再來。不管開什麼餐廳都是做餐廳最大的一個滿足跟體驗啦。對啊，就想說做到大家願意回頭吃得開心，就真的是我覺得就很有成就感。那你在請員工這方面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呢？就是在剛剛開業的時候，怎麼樣去培訓他們？因為畢竟是一個全新的品牌嘛。對，就是講說這部分就真的是人風土民情的不一樣啦。一些台灣我們就是一些文化認知，覺得這些可能是我們用餐上的常識或者是習慣，大家都很熟悉。例如像我們自助吧的東西，就想說台灣人就是知道，反正我結完賬之後，就是這些東西都可以任拿任吃這樣。可是當我們開始來的時候，其實很多客人不太理解，就是他們也是會覺得點完餐都不敢隨便亂拿，就東西都是 order， 尤其吃西餐的感覺，大家對我們認知也其實不會覺得我們是一家台式餐廳，因為我們也沒有特別標榜啦。大家看我們就寫牛扒，大家就是覺得就是西餐，但是我們就是要把這種新的模式帶進來。你吃西餐喝飲料不用是說你喜歡喝湯的，就講說我們湯是可以任喝，你喜歡喝飲料的，我們飲料也是可以任喝，然後我們還提供其他像餅乾跟吐司那些都是可以任吃的。你知道我女兒最喜歡什麼嗎？她吃完意粉之後，她說她非常喜歡的就是有 popcorn， 有爆米花，免費拿。对，就講說我們爆米花其實口味也是調得非常好，很多人也是都是說我們的爆米花調得很好。可是我們希望是餐點大家也可以吃得滿意啦，這樣說。當然我們也還在努力當中。對，雖然我們知道爆米花好是不夠，但這邊我們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附餐，不是我們說隨便就是真的拿一些便宜的，只是看起來有東西可以吃。所以我們也是選用其他不管雙麒麟機或者是高級的现磨意式咖啡機，都是我們希望讓人家覺得吃起来是有質感，就是東西也是就算是附餐，我們也是不是隨便。雖然這些東西是免費拿，但是我們也是真的用心拿出我們的誠意準備這邊的東西。那你們頭3個月是不是一直都是爆滿的狀態呢？前面幾個月開始是了，對，然後可能因為沙巴的人大家也是比較喜歡嘗鮮的，對，喜歡嘗鮮。我們也是有常常訪問顧客的一些回饋，可是沙巴人就是可能比較內斂，就是比較客氣，对吧？他們其實真的覺得沒有那麼好。沒有那麼滿意，但大家並不會真的告訴我們，就是當場不會告訴你，對，當場不會告訴我們，但是回到視頻下面去留言，对，就會後續才，所以就講網絡上還是有很多負評或者什麼不是很理想意見，那些我們也是都是可以接受，就講說至少我們從負評然後知道這些人是真的對我們不滿意的，就講說我們可以吸收這些經驗，我們是努力去做到，不知道他們願不願意再回頭，但是我們至少他們講的我們看到，我们愿意去改变、去調整。我也是希望大家下次來可以吃到更滿意的餐點。所以你這一次有做什麼改變呢？就是說以前是9塊9毛9，然後一個很厲害的這個噱頭，然後就吸引大家進店嘛。但是後來很多人就反映說，好像9塊9毛9吃的東西很少。對，就開始9塊9是我們的噱頭，就講9塊9我們是有湯跟爆米花，還有吐司，我們有烤吐司，這些可以任吃啦。可是飲料的話，我們是那時候是要另外加錢，再加一個6塊9，而大家就是沒有那麼懂，因為我們東西就是有喝的又有吃的，大家有的就問，就是客人也是會搞混，就覺得這邊可以吃，那邊不能吃，有的客人也是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們這是新的菜單，我們更新了全新的菜單之後，我們就是價格就是一種價格，然後全部的東西都是可以任吃任喝的。對，所以最便宜那個套餐，我們最便宜的話就是從16塊9起，就講說任吃任喝，雪糕、爆米花，然後意粉都是可以，全部都是吐司都可以吃，都是可以任吃，對，就是吃到飽。因為我們雙麒麟機那些有解凍跟清潔的，所以我們基本上每天是提供到晚上8點而已，這樣。我們營業時間是早上11點到晚上9點。我們只有最基本的套餐是有加價，其實我們很多像我們牛肉啊，還有其他的商品是完全都是沒有加價的。你們有 kids meal 嗎？就是給小朋友吃的。對，也是有兒童餐，因為兒童餐當中我們有加一份是我們自制的漢堡排。對，它是我們就是新鮮絞肉制作的漢堡排，
那如果我不是兒童，我可以吃嗎？也是可以吃啊，可以这樣的。对对对，下次知道了。对，我們漢堡排也是有另外做漢堡排的套餐。未來在沙巴的計劃是什麼呢？如果就是說這一間已經穩了，然後未來有沒有想過要再繼續開第二間、第三間？也是有，就講說，因為我們這邊其實是華人區啦，至少我們比較直接可以知道大家直接的反饋比較清楚，就是講說，當我們如果可以在華人區，我們把大家口味跟本地人的一些習性，如果都可以穩定好，就講說調整到大家可以接受，我們之後也是會往一些馬來人的地區跟其他的方向去調整。內陸的方向。對對對，這是因為是我們是第一家店，所以我們嘗試了很多種模式，之後我們也可能會縮小一些規模，可能會開比較小型的店。就講沒有那麼豐富，但是我們會把價格調得更低，只剩下飲料任喝或者是濃湯任喝這樣的模式，就沒有那麼豐富，但是我們可以把價格做到更低，然後讓大家比較便宜，也是有可以吃到飽的餐點的模式，那些都還在規劃當中啦。對，所以你覺得是在台灣做餐廳難呢，還是在這邊做餐廳難呢？其實都說難也不難啦，就每個地方的習性跟大家的用餐模式真的不一樣。台灣也是真的非常競爭，然後你也不能說真的不競爭，就是因為這邊的主要是生活模式跟習性跟我們的台灣人雖然大家都是華人，但是用餐模式跟畢竟真的是風土民情不一樣。對，大家這個地方就是有很多種人種，大家的認知跟文化接受的模式是比較不一樣，對，完全不一樣。這邊太多元了，就講說，你說哪裡難，其實這邊一定是會比台灣難的，因為台灣畢竟就只有台灣人一種語言跟一個人種，所以大家吃的東西大差不差，都是華人愛吃的東西。但這邊因為真的是文化很融合，就講這邊有印度人、菲律賓人、馬來人。然後其他印尼人，然後也是還有本地土族，對，本地土族，就想說真的是資源跟一些飲食的文化是很豐富的。就講說我們也不敢說班門弄斧，就是講說覺得我們台灣的東西好吃，就是就是堅持我們的風味這樣。就是所以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點水土不服了。對對對，水土不服一定是有啦。我們開始覺得好的，可是來了其實大家都沒有很理想，但是我們也是趕快做出調整，讓大家知道這樣，讓大家可以有更好的用餐體驗啦。有沒有？大家的文化有多不一樣呢？就是這張餐巾紙，如果不是金剛告訴我的話，我也不知道原來是這樣子用的。趁這個時候覺得它很熱了，對不對？它就不會噴到你的衣服了。已經噴到我的眼睛，是不是？你看這個是不是很重要？你看保護了我啊，沒有保護你吧？你看這個是這樣用的，懂嗎？